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譚松韻新劇《我的山與海》收視破 2.7% 創紀錄，爆瘦演活山妹蛻變。譚松韻主演的年代劇《我的山與海》開播即創收視佳績，首集開播30分鐘，酷雲實時收視率突破 2.5%， 峰值達 2.7%， 刷新央視8套黃金檔近期紀錄。劇集於3月7日19點30分登陸央視8套，首集開播僅30分鐘，酷雲實時收視率衝破 2.5%， 第二集峰值攀升至 2.7%， 創下央8黃金檔近期新高。優酷站內預約量超200萬。OST 水手我的未來不是夢，譚松韻獻唱上線後音樂平台單日評論破萬，助推劇未播先熱。譚松韻首次挑戰20至50歲年齡跨度，暴瘦至82斤，素顏演繹山區少女方婉之的逆襲人生，從被棄養、遭背叛到創業蛻變，層次化演技引發觀眾共情。高能情節密集，身世揭穿，扇巴掌怒對渣男，創業鐵三角互助等爽感劇情加速收視爬升。年代質感還原，波點襯衫、集裝箱宿舍等細節重現90年代奮鬥場景，呼應三命哲學：天命、時命、自修命，引發集體記憶。檔期與製作班底加持，接檔收視 1.9% 的純真年代的愛情，依托央8高底盤，郭靖宇監製，百山導演，唐朝詭事錄團隊保障劇作品質。譚松韻眼神從青澀到沉鬱的轉變被讚1秒入戲，與董卿是李娟繼最好的我們後二搭，姐妹情情懷拉滿。OST 與時代情懷改編版水手歌詞風雨中，這點痛算什麼？直擊角色內核，合唱我的未來不是夢，強化女性互助力量，被平庸歌聲托舉角色。部分觀眾認為譚松韻的現代感聲線在年代劇中稍顯跳戲，但劇情整體以正向期待為主。2. 譚松韻新劇顯老，但收視好，快節奏灑狗血，又虐又爽，忍不了一點。在幾乎全網都在注視着竹玉時，譚松韻的新劇《我的山與海》低調上線了。不過宣傳低調，播出後的 CVB 可不低調。名副其實的收視女王，不僅爺奶喜歡，年輕的觀眾也喜歡。因為《我的山與海》雖然大灑狗血開虐，但它劇情節奏很快，女主忍不了一點。說來因為愛上這座城的綜藝片段，加之《我的山與海》開播前的定檔預告裡也有一些狀態不好的畫面，曾經被誇娃娃臉的譚松韻被質疑突然老了，說她年齡感上來了。但其實劇裡還好，只是多少有點又老又小。老是每當哭戲的時候，譚松韻的狀態顯老，比如回村尋找身世時，比如養父與其決裂時，小是年代特色妝造搭配上譚松韻的娃娃臉，總有一種小孩子裝大人，偷偷化妝燙髮穿大人衣服的感覺。不過雖然譚松韻的狀態被質疑，但是《我的山和海》開播成績好，這部劇劇情節奏很快，首集剛溫馨開場，方婉之還是人生贏家組，雖然是被棄女嬰，但養母院長養父副市長，在愛裡長大，在想戀愛的年紀正巧遇到了心動的男人，然後劇情急轉直下，第二集養母去世，養父疑似出軌和別的女人抱在一起，自己不是親生的，原生家庭一團糟。我的山和海這狗血劇情應該一下子就抓到爺奶的眼球，然而狗血還沒完，方婉之回村尋根，看原生家庭條件不好，給錢還生恩，但惹了一身騷，在親姐姐的宣傳之下，親戚們找上門要求開後門，對外聲稱縣長親戚惹了不少麻煩。在感情上也因養女身份被男朋友嫌棄，韓冰話裡話外讓方婉之抱好養父大腿，不要跟生父扯上關係，說要雙方冷靜一下。不過沒多久，韓冰看方婉之依舊受寵，又求復合，
方婉之以為感情深，但其實是利益深。從養父口中，方婉之得知了當初為什麼養父不待見韓冰。原來韓冰接近他是為了拿下養父好走後門。方婉之直接打了韓冰一巴掌，兩人吵架說分手。比起曾經喜歡一個唯利是圖的人，更慘的大概是曾經真心喜歡上一個爛人。韓冰比方婉之知道的還要 LOW， 讓所謂的早就確定關係的女友去找方婉之麻煩，說她是假冒幹部子女，騙吃騙喝的第三者。方婉之得知自己被小三，當場教了對方一頭湯，打起來了。可韓冰這個爛人居然下場打女人，把方婉之的頭給摔破了。不過方婉之這邊也不是沒人，不過就是太衝動了。李行克當場捅了韓冰一刀，李行克面臨指控，方婉之不得不對其低三下四。而韓冰裝重傷，他哥要求方婉之把李行克塑造成變態，把他送去坐牢，給他家走後門，否則那套借口送給岳父夾着錢的名著會成為罪證，養父會下台，面臨威脅。方婉之正面剛。在韓家安排的說明會上，方婉之直接曝光了韓冰的真面目，說當初韓冰刻意騙感情，說韓家兄弟打算賄賂陷害的小動作，並且方婉之手上還有談判時的錄音。方婉之這波操作爽到天靈蓋，直接把韓冰和這些助紂為虐的學校領導面皮扒下來。在那個年代想到要錄音絕對是神來之筆，只是可惜方婉之自請退學了。不得不說，這父女一個德行都很衝動。之前方婉之誤會養父出軌，而養父則誤會方婉之為了男朋友收受賄賂，要陷他於不義，前途盡毀，讓方婉之別喊他爸。不過我的山與海虐不了多久，沒多久養父為其在學校出頭，還來求和好，所以這部劇也抓住了年輕人的胃口。這次譚松韻飾演的方婉之很不一樣。年代劇裡的女性角色時常有一個特點，她們對待不公特別能忍，都是偏隱忍的個性。而方婉之她是善良，但沒有忍受這些的義務，受到委屈她選擇正面剛打回去。36歲譚松韻終於開始着急了。繼3個月前的仙俠劇《逍遙》口碑遇冷後，譚松韻終於有些着急了。帶着他的首部年代大戲《我的山與海》低調歸來，與圈中好友董卿二搭，重新向大眾證明了自己90後質感女演員的實力。記得《逍遙》開播時，網上對於她的演技和形象還有諸多質疑。而這次《我的山與海》開播後，雖然熱度偏低，但已經看過劇的觀眾幾乎對她無一句差評。抹着眼淚看完前3集後，我只能說，譚松韻的演技在經歷了時間的淬煉後，越發爐火純青了。她頂着一張似乎永遠不會老的娃娃臉，在劇裡扮演着70後大學生，卻絲毫沒有讓人出戲的感覺。在遭遇了養母家庭變故後，那隨之而來的一場場哭戲，更是看得人頭皮發麻，太細膩了，太自然了。就和劇裡實地取景的西南山區風光一樣，這樣好的演技，當真讓人難以忘懷。我的山與海是改編自梁曉聲的原著《我和我的命》，而編劇是制作過《唐朝詭事錄》的大名鼎鼎的郭靖宇。對於這樣一部講述時代女性勵志奮鬥的好劇，我突然就能理解為什麼制作方會選擇譚松韻作為主演了。因為在一眾90後女演員裡，她是極難得的，將顏值狀態、表演實力維持得很好，甚至還在不斷進步，國民度不斷上升的一位。不過，譚松韻也有自己的職業心病，因為在口碑好但星光少的這個怪圈裡，她其實已經徘徊了數年，甚至有2年為了提升綜合方面的影響力，在以家人之名後，她一連拍了3部都市職場劇，力圖擺脫娃娃臉的束縛，向着更成熟的角色去轉型。不過很遺憾的是，3部職場劇反響都很一般。與林更新合作的《請叫我總監》，與王凱合作的《向風而航》，
以及與許凱合作的《你比星光美麗》，都或多或少地暴露出了譚松韻並不適合這條賽道的問題。可對於年輕的女演員來說，沒有出圈的現代都市劇，就意味着今後在商務資源方面會有些吃虧。畢竟內娛構成星光閃耀的一個重要成分，就是看代言數量與時尚資源。在其他90後女演員們一個個星光熠熠、話題度拉滿的時候，憑着作品一次次出圈的譚松韻，反而存在感要弱於他們。所以心急之餘，這才有了她連續試水都市劇，去年又勇闖仙俠賽道的舉動。好在呢，當董卿去年在《以法之名》裡以高光演技全網出圈後，給了譚松韻一些正向的啟示。好演員就是要耐得住寂寞，忍受得了低谷，不受關注的時候默默積蓄力量，才能在合適的時間裡一鳴驚人。譚松韻一定是有過着急的階段的，但現在她已經穩住了自己。一部在播的《我的山與海》，一部待播的《蘭香如故》，就足以可見她已經找到了自己最擅長也最易突破重圍的領域。擁有好狀態加好演技的她，進能在年代劇中挑大梁，退也能在宅鬥劇裡以實力服人。至於流量和話題度什麼的，比起作品的質感來，根本無法相提並論。相比起其他還在古偶中打轉的同期演員，其實譚松韻的轉型來得要更準確一些，因為她真的做到了該沉澱的時候好好打磨演技，該一鼓作氣往前衝的時候也絕沒有洩氣，懂得鬆弛有度，懂得愛惜自己的羽毛。這樣的譚松韻注定了會成為最不可小視的90花。